罗杰的副船长，雷利拥有冥王的称号，战斗力属于大将级别，还是四皇级别，一直是海米热议的话题。雷利没有吃下任何恶魔果实，靠着对剑术和三色霸气的修炼，一路辅佐罗杰成为第一任海贼王。在剑术修炼方面，雷杰能与大将黄猿打得有来有回，对三色霸气的修炼，雷利也属于最顶尖级别。武装色达到流鹰阶层，可以从物体内部造成伤害。见闻色有没有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还不能确定，不过雷利对不同类型的见闻色都很了解，也能表明他的见闻色不会弱。还有对霸王色的修炼，雷利虽然没有展示过霸王色缠绕攻击，能指导路飞掌控霸王色，自身对霸王色的运用也绝不会低。关于雷利的战斗被公开的并不多，在罗杰海贼团的时候，雷利只有一场公开的战斗，用一根手指挡住少年马尔科的攻击，教小马哥好好揍了一回人。老年雷利一直待在香波地群岛，大将黄猿对草帽团出手的时候，雷利及时出场阻止黄猿击杀索隆。随后雷利与黄猿1对1单挑，场面上算是5-5开。雷利用剑划伤黄猿的脸颊，自己却一直喘着粗气，对阵大将黄猿显得很吃力，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帮助草帽团，实力算是大将级别吧。在海贼王漫画1059话中，海军为了抓住世界第一美女汉库克，来到九蛇海贼团的领地女儿国，并出动了贝加庞克的新型武器赤天使。黑胡子为了得到汉库克的果实能力，也率领部下来到了女儿国。在战斗中，汉库克将大部分的敌人石化，自己却被黑胡子趁机抓住脖子。随后雷利和夏奇抵达女儿岛，用自己冥王的面子做担保，救下汉库克，终结女儿岛的战争。在海军和黑胡子离开后，雷利告诉汉库克与夏奇，当下的结果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局，自己现在老了，没办法击败现在的黑胡子。从雷利的话语中可以得出，随着年纪的增加，他的实力也在慢慢下降，已经打不赢成为四皇的黑胡子。言外之意就是，如果放在几十年前的话，打一个四皇黑胡子还是妥妥的。总结来看，雷利的战斗力年轻时妥妥的四皇级别，现在老了也就能抵挡住大将黄猿，打不过四皇级别的黑胡子。年轻雷利是否有四皇战力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你知道白胡子为何不释放霸王色救艾斯吗？答案居然被香克斯揭晓了。在顶上战争，艾斯经历过2次处刑，第一次是战国改变处刑时间，提前对艾斯动手，却被克洛克达尔一招杀刀救下，顺带说了一句吸粉无数的话：老子不想看到海军得意的样子。第2次处刑艾斯的时候，白胡子海贼团的人全部陷入绝望，好在路飞释放霸王色霸气，正云2面刽子手救下艾斯。海米一直好奇白胡子拥有匹敌香克斯的霸王色，艾斯2次被处刑，为何不释放霸王色救艾斯呢？原因一共有2个。第一个是白胡子的身体状态不支持，也是海米普遍认可的说法。在去马林凡多之前，白胡子的身体已经伤病缠身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白胡子的胸口被大倭蜘蛛刺穿，又被赤犬用岩浆拳头击中，没有足够的体力释放霸王色。但在艾斯被赤犬干掉后，白胡子完虐赤犬一顿后，还差点干掉黑胡子，说白胡子身体状态不支持释放霸王色，显然站不住脚。第2个原因是白胡子不愿意牵连同伴。路飞击败凯多之后，香克斯也来到和之国的近海，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震慑绿牛，让绿牛感到全身麻痹，仓皇而逃。当时垃圾路让香克斯快点停手，新上船的伙伴已经被震晕了。白胡子拥有匹敌香克斯的霸王色，释放霸王色救艾斯会震晕同伴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不能为了救艾斯不顾其他人的性命。路飞的眼里只有救下艾斯，不会考虑其他人的安危，而且当时的路飞还不能控制霸王色。盘点海贼王中逐渐消失的设定，鹰眼和索隆的饭碗丢了。为了让妮卡果实觉醒，最强恢复技能已经被雪藏。第一个，赏金猎人。索隆出海时的职业是赏金猎人，靠着抓捕海贼换取赏金度日。加入草帽团之后，不管是海军还是海贼，依旧称呼索隆为赏金猎人。在鬼岛屋顶对战双四皇时，凯多也称呼索隆为赏金猎人，可见索隆已然是赏金猎人中的标杆人物。除了索隆之外，赏金猎人还有强尼和约瑟夫，以及带小孩的达迪，实力都非常一般，也导致赏金猎人的职业逐渐消失。第2个，海军猎人。靠抓海军换钱的人就是海军猎人。目前确定的海军猎人只有一位，就是世界第1大剑豪鹰眼。在鹰眼受邀加入七武海之后，海军猎人逐渐消失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克洛克达尔邀请鹰眼组成十字工会，很多地下组织开始注资，让十字工会狩猎海军，海军猎人或许会再度盛行。第3个，七武海制度。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海贼，世界政府招安7位实力强悍的海贼，给他们赋予合法海贼的身份。一方面是利用七武海压制新生代海贼，另一方面是利用七武海对抗海上皇帝们。在世界会议上，藤虎联合利库王等人
提出废除七武海制度的议题被通过。曾经能匹敌四皇和海军的第三势力团也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第4个，倒立值。所谓的倒立值，就是一个人用拳头打出力量的数值，力量越大，倒立值就越高。CP9 的成员中，陆琪的倒立值为4000，其他人的倒立值都不是很高。不少海迷喜欢用倒立值衡量角色强弱，认为它比赏金更加准确。司法岛篇章完结后，倒立值也就没有出现了。第5个，生命归还。使用者在短时间内摄取大量食物，然后在一瞬间消化掉，将能量用于身体恢复以及操控头发、内脏等器官。在推进城时，路飞解毒之后疯狂进食，肚子撑得像气球一样，然后一瞬间恢复正常状态，身体的疲劳伤痛也好了很多。还有在对战颗粒架时，路飞吃了很多饼干变成大胖子，身体恢复后伤痛也减少了。在鬼岛屋顶对战凯多，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心脏变成解放之鼓，只要鼓声响起，路飞就能从奄奄一息的模样瞬间变成精神小伙。生命归还的设定逐渐消失，是为了给尼卡果实觉醒让步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黑胡子为何抢夺甜甜果实？居然是为了一颗幻兽种恶魔果实。七武海制度刚刚废除，黑胡子就火急火燎带着伙伴出发，目标是抢夺汉库克的甜甜果实。抵达九蛇岛后，汉库克发动果实能力石化众人，却被黑胡子趁机抓住脖颈。得知黑胡子是来抢夺甜甜果实后，汉库克明确说了，一般人吃了甜甜果实没用，得靠他的美貌才能发挥力量。黑胡子的长相略微磕碜，想发挥甜甜果实真正的力量很难。众所周知，黑胡子看过恶魔果实图鉴，对每一颗果实的能力都有了解，也一直在等待机会抢夺甜甜果实。如果不能使用果实能力，他为何会不远千里来到九蛇岛呢？黑胡子已经拥有2个果实，一个是自然系暗暗果实，拥有黑洞般的无限引力，不管是什么攻击都会被黑洞吸收，也能剥夺敌人的恶魔果实能力。另一个是阵阵果实，能引发地震和海啸，被誉为最强超人系，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对黑胡子来说，攻击方面有阵阵果实，防御方面有暗暗果实，还缺少一颗增加体力和恢复能力的恶魔果实，动物系才是最佳选择。黑胡子执意抢夺甜甜果实，一定是能满足他的需求。在鬼岛战争中，原本是超人系的橡胶果实出现了另一个名字——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。也有海米推测，汉库克吃下的甜甜果实不仅属于超人系，也属于动物系，是幻兽种美杜莎形态。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，美杜莎是蛇发女妖，拥有石化敌人的能力，与汉库克的身份和能力非常匹配。甜甜果实会是幻兽种美杜莎形态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你知道佩罗娜的老爸是谁吗？在和之国有出场，却已经丧命。身穿哥特风连衣裙，头顶粉色双马尾，如此可爱的佩罗娜，谁不喜欢呢？佩罗娜的出场不算多，却给海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来到鹰眼的城堡后，佩罗娜可以把索隆裹成木乃伊当玩偶，也可以陪在索隆身边彻夜未眠，还可以为鹰眼做一份美味的蛋糕。关于佩罗娜的身世，只知道她是莫利亚捡到的孤儿，也一直把莫利亚当成父亲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佩罗娜的亲生父亲会是谁呢？从莫利亚的往事可以确定，佩罗娜的生父就在和之国。23年前，莫利亚来到和之国挑战凯多，战败之后，所有同伴被杀害。随后，莫利亚偷走龙马的尸体，带着黑刀秋水离开。那时的和之国民不聊生，佩罗娜也才2岁，失去父母被莫利亚捡到也很合理。在和之国有一位剑士，无论是头发的颜色，还是服饰上的一些细节，都与佩罗娜一模一样。他就是阿修罗童子，也是赤鞘9侠之一。阿修罗童子的实力非常强悍，对战赏金10亿贝利的旱灾杰克，场面上也能不落下风。还有阿修罗童子衣服上的花瓣，也与佩罗娜衣服上的花瓣一样。作者尾田是细节狂魔，有如此设定一定有深意。不管是时间线还是人物造型特点，佩罗娜与阿修罗童子都可能是父子关系。还有康家的女儿小男子，也有粉色的头发，他是康家收养的孤儿。小男子会不会是佩罗娜的妹妹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从暗暗果实出现的那一刻起，黑胡子便开启了他的称霸之路。一时兴起干掉同伴萨奇，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，获得世上最邪恶的力量，随后逃离白胡子海贼团。在逃亡的时候，黑胡子找来巴沙斯、毒 Q、范奥卡和拉菲特做同伴，组建黑胡子海贼团，然后开始猎杀赏金过亿的海贼，增加人气，以便换取七武海之位。在巴南罗岛时，黑胡子错过前往空岛的草帽团，却遇上了前来抓捕他的艾斯，两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，最终代表太阳的烧烧果实败给代表黑暗的暗暗
战果实。黑胡子将艾斯交给海军之后，也如愿成为七武海。趁着海军在马林凡多集结兵力，对抗最强四皇白胡子海贼团，黑胡子带领伙伴来到推进城，遇到麦哲伦后，黑胡子海贼团被一招毒龙团灭。幸亏有宇智溪流送来解药，黑胡子海贼团才得以获救。在重创麦哲伦后，黑胡子开了一场招聘会，招募到一群强大的海贼当伙伴。随后，黑胡子海贼团来到马林凡多，面对满身是伤的白胡子，黑胡子有点看不起自己的老爹，胸口被从云切一刀劈开，脑袋也差点被阵阵果实击碎。得到阵阵果实之后，黑胡子再度口出狂言，扬言老子天下无敌，肆意发动能力破坏马林凡多，却被从天而降的大佛战国一巴掌打脸。黑胡子海贼团全员被拍吐血。见到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凡多，黑胡子是嘴上不怂，身体却怂了，调侃红发左眼的3道伤疤很霸气，又说了一句不是战斗的时候，带着全团成员乖乖离开。逃离马林凡多之后，黑胡子抓住了超新星波尼，嫌弃对方实力弱，却想让波尼给自己当压寨夫人，丑嘴脸被波尼结结实实踹了一脚。看到赤犬站在桥头前来交涉，黑胡子嘴上不怂，说了一句不想打，又带着全团人员跑了。顶上战争完结1年后，马尔科带着白胡子海贼团残部与黑胡子海贼团爆发了决之战，最终马尔科一方惨败，黑胡子吞并掉白胡子的地盘。在洛基港事件中，黑胡子与传说海贼王直爆发战斗，黑胡子击败王直，也占领了海贼乐园蜂巢岛。至此，黑胡子经历5场战斗，遭受4次打脸，直接干掉萨奇和白胡子，间接干掉艾斯，踩着3位同伴的命继位白胡子登基四皇宝座。贝加庞克作为最强科学家，一共创造出5种兵器，研制 SSG 用了30年的时间。第一种，武器吃恶魔果实。除了人和动物能吃下恶魔果实，在贝加庞克的研究下，也可以让武器吃下恶魔果实。在司法岛篇章中，斯潘达姆手中的剑吃下了动物系象果实，剑的前半身会变成大象的躯体，攻击拥有大象的力量。因为能力者是剑，战斗中也不会消耗使用者的体力。犀牛手中的佩刀雷雨，斩杀过敌人过后会出现血水冲洗刀身，是不是吃了某种恶魔果实呢？第二种，人体巨大化。凯撒作为贝加庞克的老同事，拿着4皇大妈的钱，在冰火岛研究人体巨大化，让普通的小孩的身体变得非常巨大。百兽海贼团们的蛮霸者们也是身体巨大化的产物，不过在大妈们看来都是失败品，没有达到巨人族的战力水平。贝加庞克也做过人体巨大化的研究，在新型兵器 SSG 上也有体现。第三种，和平主义者。通过对暴君熊的改造，贝加庞克研制出了人形兵器，也被称为和平主义者。不仅拥有坚硬的身体，还能从口中、手中射出黄源的镭射光线，达到了科技与恶魔果实的完美结合。在香波地群岛时，和平主义者首次登场，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攻击，才勉强击败1个和平主义者。怪僧乌尔基和德雷克也都战败了。和平主义者的战斗力至少属于超新星级别。还有在顶上战争，和平主义者登场后，很快便扭转了战局，白胡子海贼团只能被动挨打。第四种，人造恶魔果实。明哥提供给凯多的人造恶魔果实被称为 Smile， 吃下 Smile 果实后，一部分人并不能获得能力，变成只会大笑的旱鸭子，另一部分人的身体与动物结合，力量和速度有一定加成，对整体实力提升并不大。贝加庞克利用凯多的血统因子，也制造出一颗恶魔果实，被肚子饿的桃之助吃掉。在鬼岛对战凯多，桃之助可以变成如同凯多的巨龙，与大将绿牛战斗的时候，还可以从口中吐出气息，与幻兽种青龙果实完全一样。第五种 SSG 又名赤天使。海军在抓捕汉库克的时候，新型兵器 SSG 终于登场了，也被称为赤天使。外表和露娜利亚一族的剑一样，有褐色的皮肤和白色的头发，身后还有一双黑色的小翅膀，但体型要比剑高大很多。剑还是一位少年的时候，被海军抓住做研究，后来和凯多一起逃走。30多年过去了，新型兵器赤天使登场，难道说贝加庞克用了30多年才研制出赤天使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比幻兽种更加稀有的治疗系果实有4颗救过路飞的命。从名字可以看出，手术果实拥有治疗能力，不过解锁手术果实的能力有点困难，需要丰富的医学知识。在明哥的监督下，罗没日没夜研究医术，才能顺利使用手术果实的能力。路飞在马林凡多受到很严重的伤，如果不是罗出手，路飞的小命多半保不住。手术果实的最终奥义是永生，能力者用生命为代价做不老手术，让另一个人达到永生，这也是手术果实价值50亿的原因。响雷果实
石一度被认为是最强自然系果实，在艾尼路的开发下，可以释放几万伏特的电压，将一座岛屿瞬间摧毁，也可以给心脏做电疗按摩，让骤停的心脏恢复跳动。艾尼路曾电疗过自己。明哥对线性果实的开发堪称完美，可以像刀一样进行切割，还可以通过线像木偶一样控制他人的行动，甚至还有不错的治疗能力。明哥的内脏被罗用伽马刀打伤后，就是利用线进行缝合治疗，才能继续对战路飞。路飞的草帽大船团有2个治疗系果实，一个是麦雪莉的治愈果实，不仅能治疗人类的伤痛，如果以寿命为代价，无生命的物体被摧毁后也能复原。治愈果实的大招堪称 bug， 有大范围的治疗能力，可以让战斗中的伤员迅速恢复，能扭转战局的结果。另一个是雷欧的果实，通过针线将任何事物缝补在一起，但果实名称还未公布。罗的胳膊被明哥砍掉后，就是靠着雷欧的能力缝起来，才让罗没有残废。马尔科吃了幻兽种不死鸟果实，他的蓝色火焰拥有很强的恢复能力，受到黄猿的8齿琼勾玉攻击，伤口也能瞬间恢复。如果对其他人施加蓝色火焰，虽说达不到瞬间恢复的功效，也能使伤者的恢复速度提升。伊万科夫吃下的荷尔蒙果实能通过改变人体内的激素进行治疗，也可以去除身体的疲劳。路飞身中麦哲伦的剧毒后，被伊万科夫注射治愈荷尔蒙，以10年寿命为代价才得以保住小命。从名字来看，肉球果实不应该有治疗能力，不过在暴君熊的开发下，可以将一切事物弹开，包括人体内的疲劳和痛苦，甚至能弹走灵魂。路飞与莫利亚战斗积累的伤痛被熊从身体中弹出来后，瞬间变成了精神小伙。路飞觉醒尼卡果实后，也拥有了治疗能力，只要心脏之骨跳动起来，路飞就能从奄奄一息的状态瞬间变成精神效果。藤虎在德雷斯罗萨登场，是一位身材高大、长相憨厚的中年大叔，穿着紫色和服，搭配紫色围脖，略微有点骚气。性格温和的藤虎还有极强的正义感，比起抓捕海贼，他更注重老百姓的安危。在藤虎看来，七武海是一种畸形产物，对平民的伤害非常大，也立誓要将七武海制度废除。顶上战争之后，藤虎凭借怪物一样的实力，通过世界征兵与绿牛一起晋升为海军大将。吃下重重果实的藤虎能随意操控重力的强弱和方向，每次发动能力都会出现拔刀抽刀的动作。也有海米调侃说是他手中的刀吃了重重果实，向空中释放紫色重力波，能从外太空召唤巨大的陨石，附着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破坏力非常恐怖。这一招叫重力之光。重力刀是藤虎最常用的招式，将重力蓄积在刀身上，斩击会附带重力效果。路飞被重力刀击中过，身体扭曲后飞了出去。与索隆战斗，藤虎也用了重力刀，对手中的佩刀施加重力，将索隆瞬间打入地下。从战绩上看，藤虎配得上怪物的称号，出场至今没有一场败绩，与杜弗朗明哥联手抓捕罗，轻轻松松搞定，却让罗趁机逃跑了。对战索隆时，只用了一招动力刀，便将索隆打得嘴角流血。和萨博战斗并没有结果，从萨博吃力的表情来看，继续战斗藤虎也会获胜。藤虎与路飞也有过战斗，一边用重力操控战争造成的废墟，一边对战路飞，场面却一点不落下风。不过藤虎打靠船王杰克是真的狠，可能是杰克太脑残吧，自信能从贺战国和藤虎手中抢走明哥，结果是杰克差点被打死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藤虎和绿牛一起对战萨博等人，战场在天龙人的地盘，藤虎不敢使用全力，让萨博等人逃走，自己的额头被打破。在藤虎身上存在2个谜团，第一个是藤虎为何弄瞎自己的眼睛。藤虎说看不到东西也算一件幸事，人世间有太多让人目不忍视的肮脏下流之徒，说不定藤虎与萨博一样，都经历过肮脏的人和事情，加入海军就是来清理人世间的肮脏。第二个是藤虎在世界会以后去哪了？有贝加朋克的新武器赤天使，抓住七武海用不上大将亲自出手，还有什么事情能让缠着绷带的藤虎去做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黑胡子为何会给雷利面子？居然是害怕小命不保。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，黑胡子立即率领部下出动，目标是夺取汉库克的甜甜果实。抵达女儿岛时，海军正在与九蛇海贼团大战，新型和平主义者赤天使也出动了。面对海军与黑胡子的攻击，汉库克亲自上阵，将大部分敌人石化后，却被黑胡子抓住脖子。就在此时，雷利带着夏奇抵达九蛇岛，一句“我保证你们都会安全离开女儿岛”，终结了这场战争。事后，雷利也说道，他已经老了，打不赢现在的黑胡子，
但黑胡子为何会给雷利面子，放弃汉库克的甜甜果实呢？理由一共有3个。第一个，黑胡子不想失去2位伙伴。汉库克明确说了，如果自己死了，那些被石化的人永远也变不回来。即使甜甜果实被夺走，下一位能力者也不能让石化的人逆转。黑胡子带来2位伙伴，一位是大酒桶，一位是玄月猎人，全部被汉库克石化。如果不给冥王雷利的面子，就得失去2位伙伴。黑胡子最终选择了救同伴。第2位，干掉汉库克也得不到甜甜果实。黑胡子在顶上战争吸收阵阵果实，溪流等人全程守护，不容许任何人打扰。现在黑胡子的身边没有同伴，大酒桶和玄月猎人全部被石化，即使他干掉了汉库克，也不能安心吸收甜甜果实。九蛇海贼团的人以及海军都会趁机攻击黑胡子。黑胡子本人也说了，放下汉库克自己就会被石化，杀掉汉库克会失去同伴，局面进入两难的境地。雷利出场等于帮黑胡子化解难题。第3个，担心雷利与海军联手围攻自己，一旦干掉汉库克，黑胡子100%不能离开九蛇岛，他会遭受海军、九蛇海贼团以及雷利和夏奇的围攻。海军的任务是抓走汉库克，黑胡子干掉女帝之后，海军的目标完成，外加黑胡子失去2位同伴后没有帮手，海军自然不会放下落单的黑胡子。汉库克被干掉后，九蛇海贼团的人也会拼命为船长报仇。卡普曾经说过，雷利和夏奇都是传说级海贼，即便现在年纪大了，黑胡子也不能轻易击败2位传说级海贼。如果3股势力选择联手，黑胡子的小命多半会丢在九蛇岛。一颗甜甜果实与自己的性命，哪一个更加宝贵？黑胡子还是能算得清。给雷利一个面子，安全离开，才是黑胡子最好的选择，也是唯一的选择。罗杰海贼团的成员对艾斯的评价：抵达拉夫德鲁找到 One Piece 之后，罗杰宣布解散海贼团，并告诉副船长雷利，自己的孩子会成为下一任海贼王。当时的罗杰还没有结婚，却期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海贼王，对艾斯在未来的成就非常期待。顶上战争爆发之前，光头贾巴抽着烟在东海现身，他并不希望世界爆发战争，对身边的人说，白胡子海贼团最好不要去马林凡多，就让海军安安稳稳的把艾斯处刑最好。这时的贾巴还不知道艾斯就是自己船长罗杰的孩子，才把艾斯当成是搅乱世界和平生活的暴风眼。雷利在香波地群岛把顶上战争的经过看得一清二楚，战国向全世界宣告艾斯就是罗杰的孩子。雷利也应该听到了，但是在顶上战争完结时，雷利因为白胡子的离开流下眼泪，却没有为艾斯的离世发表任何观点。与罗杰如同兄弟的雷利居然会无视艾斯的存在，的确很难让人理解。艾斯对香克斯有一种敬意，因为他救过路飞一命。小时候的艾斯跟着马奇诺学习礼仪，为了在出海后能亲自找香克斯道谢，香克斯也很认可艾斯的实力。得知艾斯带人来找自己时，香克斯立马摆出拔刀的架势，并评价艾斯是超级新人。得知艾斯是路飞的哥哥，且没有任何敌意后，香克斯只能收起佩刀格里芬，大摆宴席邀请艾斯喝一顿。得知艾斯去追杀白胡子后，香克斯也不管是否会得罪海军，主动与白胡子取得联系，并且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，目的就是让白胡子召回艾斯。香克斯认可艾斯的实力很强，年纪轻轻就能当2番队长，但黑胡子更加危险，艾斯去追杀他会发生不测。虽然香克斯2度赞扬艾斯的战斗力，却认为艾斯的实力不如黑胡子。巴基也不知道艾斯是罗杰的儿子，但巴基知道艾斯是白胡子的人。巴基见到艾斯上了自己的船后，让下属们千万不要动手，不是因为打不过艾斯，而是害怕白胡子带人来灭掉自己。毕竟白胡子是与罗杰平起平坐的人。于是巴基好酒好菜招待艾斯，一点点也不敢怠慢。在推进城的时候，巴基评价艾斯与路飞完全不一样，艾斯非常懂礼貌，也不会大呼小叫。巴基还认为海军敢对白胡子的人下手，简直是疯掉了。在巴基心目中，艾斯是一个很有礼貌的酒友，与艾斯本来的形象有太大的差别。每个人都有成为剑客的梦，海军大将也不例外。7位海军大将之中，居然有5位是剑士。第1位赤犬。刚加入海军的时候，赤犬眼神犀利，背后背着一把剑。为了变得更强，赤犬吃下岩浆果实，在3系果实中也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。正是凭借岩浆果实的输出，赤犬在顶上战争单挑老年白胡子不落下风，击穿艾斯的身体获胜，一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残部。之后赤犬与青雉单挑，经过10天10夜的战斗，打断青雉一条腿，当上海军元帅。至此当剑客的梦也碎了。第2位黄猿。
黄猿是自然系闪闪果实能力者，最擅长的招式有4个：光速踢、八尺琼勾玉、八尺镜以及天丛云剑。在日本神话中，天丛云剑来自八岐大蛇体内，位列3把传说神器之首。在香波地群岛对战雷利时，黄猿第一次使用天丛云剑，剑术造诣上与雷利不相上下。天丛云剑是由果实能力创造出来的，具体属于什么品阶还不好判定。第3位，青雉。吃下洞洞果实后，青雉可以用冰块制造任何武器攻击。在无名小岛遇上草帽团，青雉随手抓起一把草，吐出一口洞气，形成一把冰刀。不过青雉的剑术很差，斩击还没砍到罗宾身上，便被索隆用刀挡下，冰刀也被打飞碎裂。来到顶上战争，青雉见到赤犬准备攻击路飞，立马甩出一把冰刀，刺中路飞的胳膊，随后被马尔科一脚踢飞。没有刺中路飞的要害，并不代表青雉剑术差，而是在救路飞。第4位，藤虎。因为双目失明，藤虎走路时会用到拐杖，也是一把刀。藤虎吃了重果实，每次发动果实的时候，都会伴随拔刀、抽刀等动作。也有不少海迷认为，不是藤虎吃了重果实，而是藤虎手中的刀吃了真果实。从藤虎的战斗可以看出，果实能力与斩击的配合堪称完美，也能反映出藤虎是一位剑识造诣很高深的剑客。第5位，绿牛。经过9年的伏笔，绿牛终于在和之国完结时登场。他是吃了自然系森林果实的森林人，所到之处都能长出花草树木。绿牛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，扬言要一个人取下路飞的首级。被香克斯用霸王色麻痹身体后，灰溜溜的逃跑了。绿牛的腰间还有一把佩刀，战斗中并没有拔出来，还不能确定那把刀的凭借，或许只是一种装饰物。索隆会使用火焰刀，能完美的克制绿牛，也有实力拿走绿牛的佩刀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众多大佬评价洛克斯的战斗力。关于洛克斯的实力强弱，卡普最有发言权。38年前，洛克斯率领一群强悍的海贼，在神之谷对天龙人和他们的奴隶出手。面对强大的洛克斯海贼团，卡普选择与罗杰联手，两人合力击溃洛克斯海贼团。船长洛克斯本人与神之谷一起沉入海底，卡普也因为击溃洛克斯海贼团，被世人称之为海军英雄。但是海军磨灭了罗杰的功绩，让卡普很不愿意提及那段往事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四皇大妈与凯多通电话，企图结成同盟复活当年的洛克斯海贼团。对此卡普表示出了无奈，如果洛克斯海贼团真的复活，现在的他也没办法解决。可是在从愚人岛回来时，卡普对大妈和凯多的联手很气愤，说了一句真是没完没了。从此也能反映出38年前卡普不怕洛克斯，38年后依旧不怕凯多和大妈组成同盟。罗杰称霸大海的时候，战国的职位是海军大将，整天与卡普和中将赫混在一起，对洛克斯也非常了解。在教导年轻海兵时，退休后的战国评价洛克斯或许是罗杰遇到的最强敌人。难道在战国看来，卡普的实力没有洛克斯强，亦或者战国压根没有把卡普当成罗杰的敌人？白胡子曾经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，神之谷一战过后，白胡子自立门户来到和之国，很坚定地拒绝光月玉田加入自己的海贼团。白胡子给出的理由是不想重蹈洛克斯海贼团解散的覆辙，一群实力相当的人在一起不会团结。在白胡子看来，即便是曾经的船长洛克斯，也没有实力搞定金狮子、凯多和大妈等强者。大妈与白胡子一样，都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，不远千里从蛋糕岛来到和之国，目的是与凯多结成同盟。在大妈看来，只要他与凯多联合在一起，就能达到当年洛克斯海贼团的水平，有足够的实力称霸大海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当年的大妈很认可洛克斯船长的实力。凯多15岁的时候便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，被洛克斯看中后，邀请凯多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自己的海贼团。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时，凯多一度评价路飞与洛克斯、罗杰、香克斯等人一样，是有实力与自己一战的人。从此也可以看出，凯多自认有实力匹敌洛克斯。洛克斯真是罗杰遇到的最强敌人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恶魔果实没有强弱之分，说的一点没有错。6个看似普通的恶魔果实都被用出了神级效果，成就3位大将级强者以及3位4皇级强者。第一个甜甜果实，从名字上看，甜甜果实很普通，能力也不清楚。结合汉库克的绝世容颜，不仅能迷倒男女老少，还能将敌人瞬间石化。汉库克的飞吻可以实体化，也能造成物理伤害。前海军元帅战国说过，汉库克拥有霸王色霸气，战斗力也非常强悍。见到青雉对路飞下手，愤怒的汉库克差点攻击青雉，是自信有接近大将的实力吧。第二个肉球果实，吃下肉球果实后，手掌会像熊一样长出肉垫，获得弹开一切的力量，可以将刀剑的斩击弹开，也可以将人拍飞到千里之外，体内的伤痛也能被弹出来。在香波地群岛，暴君熊主动介入黄猿与雷利的战斗，也是自信有匹敌他2人的实力。第三个诺诺果实，吃下诺诺果实后，身体会变化成年糕，拥有随意改变身体形状的能力。诺诺果实属于超人系，
却拥有自然系果实的属性，也被定义为特殊超人系。在卡塔库利的开发下，诺诺果实已经达到觉醒状态，配合能预见未来的见闻色霸气，让卡塔库利拥有了可以匹敌大将的实力。第4个，橡胶果实。当年有不少海迷吐槽，为什么给路飞一个废材果实？殊不知橡胶果实是一个 bug， 不仅属于超人系，还属于动物系幻兽种，也是传说中的恶魔果实。在橡胶果实未觉醒前，路飞靠着1档到4档获得了第5皇的称号。觉醒橡胶果实之后，路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实力达到4皇级别。第5个，人人果实大佛形态。吃下人人果实大佛形态后，战国能变成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像，也获得了非常强大的攻击力，可以释放超强的金色冲击波攻击，仅仅是1巴掌就能将黑胡子海贼团全员拍吐血。战国是白胡子的老对手，两人的战斗力也应该属于同一级别。第6个，猫猫果实豹形态。相比动物系幻兽种恶魔果实，猫猫果实豹形态显得太过普通。吃下猫猫果实后，陆琪并没有获得特别的能力，靠着海军六世与恶魔果实的结合，成为800年来最强的 CP9。在司法岛被路飞击败后，陆琪用了2年时间成为 CP0，对元帅赤犬也毫不客气，实力有没有达到4皇级别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香克斯7次对路飞做出评价。12年前，香克斯带着红发海贼团盘踞在风车村，与路飞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当时的香克斯经常说路飞是胆小鬼，也不愿意带他出海冒险。直到路飞为了维护香克斯的面子，与山贼王西格爆发冲突之后，香克斯对路飞的态度有了转变，将一条胳膊堵在路飞身上，并将罗杰送给他的草帽交给路飞保管，内心之中认可路飞会成为不得了的大人物。路飞赏金达到3000万之后，鹰眼拿着悬赏令来找香克斯，得知对方不是来挑战的，还带来了路飞的消息。香克斯开设宴会款待鹰眼，也表达了对路飞出海的期盼。在阿拉巴斯坦，路飞击败赏金8100万贝利的克洛克达尔，自己的赏金增长到1亿贝利，也达到了超新星的标准。看到路飞1亿的悬赏令后，香克斯非常欣慰地说了一句：“终于要来了吗？”对路飞之后的发展也很期待。顶上战争快完结时，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范多，挡下赤犬的岩浆巨拳后，让罗带着路飞顺利出海。拉基路提议见一见路飞，香克斯则表示现在见面还有点早，会违背当初的约定。此时的香克斯认为路飞成长的还不够，算不上一位强大的海贼。在德雷斯罗萨，路飞与罗结成同盟，对战七武海多弗朗明哥。在众人的帮助下，路飞开启4档击败多弗朗明哥，赏金增长到5亿贝利。香克斯将路飞的悬赏令高高举起，露出非常欣慰的笑容。路飞能击败多弗朗明哥，也让香克斯对他刮目相看了。路飞带领半个海贼团闯入4皇大妈的地盘，在娜美的帮助下，击败赏金8亿6千万贝利的第2将辛克利贾，又联手卡彭贝基刺杀夏洛特玲玲，最后将见闻色提升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单挑击败赏金10亿5700万贝利的第1将辛卡塔库利。随后路飞的赏金飙升到15亿贝利，被摩根斯称为海上第5位皇帝。香克斯拿着路飞15亿贝利的悬赏金，露出一副邪魅的笑容说：“终于到见面的时候了。”认可路飞已经成长为强悍的海贼。在鬼岛屋顶，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赏金飙升到30亿贝利，成为新任4皇之一。面对要取下路飞首级的大将绿牛，香克斯施展超远距离的霸王色，仅仅说了一句：“你就那么害怕新时代吗？”让绿牛流着鼻涕灰溜溜的跑了。香克斯此时出手，是看不起路飞能打赢绿牛，还是为了救绿牛一命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